所以三哥说呀，鹰将摔的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狠，我们当然是赢麻了。这话虽然有点嘴硬，但确实有几分道理。毕竟在战机炸机这件事上，鹰将跟三哥算是难兄难弟儿。印度光辉战机又炸机了，没错，是又自3连，不是第一次，不是第2次，而是第3次。这频率比我更新视频还勤快，比鹰将家的战机填海都有仪式感。今天咱就把话撂这儿，别笑印度先看真相，最后你会发现咱无形之中又赢麻了。你们见过一款战机立项32年，耗资17.7亿美金，创全球3代机研发周期之最，结果呢，服役没几年，连摔3架，摔一次停飞一次，摔2次怀疑人生，摔3次还嘴硬说可靠性全球领先。你们见过一款号称国产之光的战机，机身零件万国造，尖锐问题一大堆，飞着飞着掉零件，降着降着就坠毁，连航展表演都能把自己给摔成火球。更离谱的是三哥摔完战机不仅不反思，还反手甩锅，这都正常操作。鹰将的 F-15、F-18 大黄蜂摔得比我们还多，我们这是赢麻了。家人们，听到这话，你是不是要笑晕在厕所里？咱先不急着吐槽，先把时间拉回到2月23号，最新鲜、最热乎的炸机现场，咱一步步扒。根据印度媒体最新报道，印度空军一架光辉战斗机在完成训练任务后，准备着陆的时候，突然失控暴走，直接冲出跑道，机身摔得稀碎，现场浓烟滚滚，看着都让人头疼。心疼那架战机no， 心疼三哥花的那些 money。不过还好，飞行员反应够快，成功弹射逃生，没受重伤，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毕竟三哥的飞行员能在光辉战机上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消息人士透露这架坠毁的光辉战机损毁程度极其严重，基本上已经宣告报废，相当于三哥又白白扔了好几千万美元，打了水漂。可能有家人会说，不就是摔一架战机吗？鹰将家不也天天摔，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家人们，重点来了，这不是光辉战机的第1次炸机，而是第3次，而且第3次炸机一次比一次离谱，一次比一次打脸。要知道大招的大疆无人机炸一次机都得心疼个大半年接下来咱们捋捋时间线，感受一下三哥国产之光的离谱操作。第1次炸机发生在2024年3月，地点在印度拉贾斯坦邦杰伊瑟尔梅尔附近，一架光辉战机在训练过程中突然坠毁。当时三哥给出的解释是发动机出现故障，咱也不知道是真故障还是飞行员操作失误，反正是炸机了。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事就不了了之。当时三哥嘴硬，只是意外。光辉战机可靠性全球顶尖，下次绝不会再发生。结果呢，打脸来的比高铁还快。第2次炸机直接摔在了国际舞台上，丢尽了印度的脸面。时间来到了2025年11月21号，也就是去年阿联酋迪拜航展的最后一天。三哥本来想借着航展好好炫一下自己的国产之光，让全世界看看印度的航空工业有多牛逼。结果呢，一架光辉战机在进行飞行表演的时候，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特技动作，就突然失控，一个猛子扎向地面，当场燃起熊熊大火，浓烟滚滚，整个航展现场都被惊动。后续的飞行员表演也被迫终止。更让人扎心的是，这一次飞行员并没那么走运，不幸遇难，为这架不靠谱的战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全网都在调侃三哥本来想装个杯，结果呢把自己装成了笑话。这哪是光辉战机这分明是坠毁战机。可三哥呢依旧嘴硬，说这是飞行员操作失误，跟战机本身没关系。结果呢就在2月23号，第3次炸机来了。这次是着陆之后坠毁，机身直接报废，飞行员侥幸逃生。这下三哥的嘴再也硬不起来了，只能紧急停飞全部约30架单座的光辉战机，进行全面的技术检查。说白了就是心里没底儿，怕再摔第4架、第5架或者30架。谁叫咱只有30架？说到这儿，肯定有家人要问，这光辉战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为什么这么不靠谱？立项32年，耗资17.7亿美金，怎么就造出这么个绣花枕头？别急咱今天就把光辉战机的老底儿扒得明明白白，让你们看看三哥所谓的国产之光到底有多离谱。公开资料显示，光辉战机简称 LCA 是印度首款国产轻型多用途战斗机，由印度航空发展局
ADA 跟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 HAL 联合研制。说到这个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呀，家人们可能会有点陌生，但我一说它的战绩，你们就知道有多离谱。这家公司堪称战机杀手，不管是什么战机，只要经他的手，不是炸机就是出故障，连鹰将家的战机到了他手里都能给你修的飞不起来。所以光辉的战机由这家公司研制，从一开始就注定它的不靠谱。再说说光辉战机的研发历程，那简直就是一部拖延症晚期的血泪史。1983年，三哥正式立项，想要研制一款国产战机，替代老旧的米格21，同时抗衡巴基斯坦的 F-16。当时三哥雄心壮志扬言要打造全球最先进的三代机，要实现航空工业的自力更生。可结果呢？从1983年立项到2001年才完成首飞，这一飞就飞了18年。从首飞到2015年正式服役，又花了14年，前后一共32年。创下了全球三代机研发周期最长纪录。赢麻了，32年家人们，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长成了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相当于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博主，相当于中国的航空工业从落后追赶变成了遥遥领先全球。而三哥呢，花了32年，耗资17.7亿美金造出的光辉战机，竟然是一款万国造的组装机。发动机是美国的 F404， 记忆 F2Go3， 雷达是以色列的，航电系统是法国的，就连机身的复合材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三哥说白了就是做了一个组装工作，连核心技术都没有掌握，还敢自称国产之光，这脸皮子比城墙拐角都厚。更离谱的是就算是组装，三哥也组装不明白。由于核心技术对外依赖严重，各个国家的零件不兼容，导致光辉战机的故障不断。飞着飞着，发动机熄火，降着起落架失灵，甚至还有人拍到在迪拜航展上另一架地面展示的光辉战机机腹下方竟然放着多个商场的购物袋，用来接装从机身滴下来的不明液体。可想而知这战机的质量有多差。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三哥只想着拿来主义，不想着深耕核心技术，只想着吹自己牛逼，不想着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只能落得个战机连摔的下场。《后汉书·虞语传》里有一句话：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意思是立志不求容易成功，行事不回避艰难，这样才能取得成就。而三哥呢，立志要造国产战机，这本是好事儿，但他们却急于求成，回避核心技术的难题，只想通过组装零件走捷径。殊不知捷径往往是弯路，最终只能一事无成。论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做好一件事必须先准备好合适的工具，掌握核心的能力。三哥想要造先进的战斗机却不深耕航空工业的基础，不培养核心的技术人才，不攻克发动机、雷达等关键技术，反而一味的依赖国外进口，这样造出来战机能靠谱吗？能不炸机吗？反观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遇到技术难题从不回避，遇到困难不退缩。就像蒲松龄在自勉对联写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咱们中国航空人用几十年的时间，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造出了歼20、歼10C 等一系列先进战机，从来没有出现过连摔3架的离谱情况。这就是自主创新的牛逼劲儿，这就是事不避难的底气。好了，聊完三哥咱再说说鹰将，也就是美国。三哥摔完战机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别笑我们，鹰将的 F-35、F-18大黄蜂摔得比我们还狠，我们赢麻了。这话说的其实也不算错嘛，鹰将家的战机确实经常摔，而且摔得比三哥还离谱，还费钱。先说说 F-35战机，这款战机是鹰将的王牌战机，号称全球最先进的隐形战机，单价高达2亿美金。可就是这款天价战机炸机频率高得吓人。就拿最近几年来说，2023年到2025年，短短2年时间，鹰将的 F-35战机就炸机4架。其中最离谱的一次发生在2025年1月28号，一架 F-35战机在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进行演习的时候，降落阶段突然炸机，撞击地面的时候出现一个巨大的火球，升起蘑菇云，战机完全报废，直接损失近2亿美金。更搞笑的是这起炸机事故原因竟然是液压油受水污染导致起落架结冰，
说白了就是维护不当、粗心大意。而且事故发生后，鹰将还急着封锁消息，要求相关人员不得发布、转贴、转发、观看或保存关于 F-35炸机的视频，生怕丢了自个儿的脸。这操作跟三哥嘴硬的样子简直是如出一辙。再说说 F-18大黄蜂战机，这款战机是鹰将海军的主力战机，经常部署在航空母舰上，可它的填海频率比 F-35还高。就在2024年12月到2025年5月，短短半年的时间，鹰将的 F-18大黄蜂战机就发生了3次炸机事故，而且每一次都很离谱。第一起是友军误击，格里斯堡号导弹巡洋舰把自家的 F-18大黄蜂战机误判为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开火击落，机上2人弹射逃生，原因竟是士兵训练不足，过度依赖科技。关于这起炸机事件，大钊还专门出了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标题就是能击败 F-18的只有美军自己。第二起是航母机转弯，机库门没关，战机滑动坠入海中，原因是甲板湿滑，士兵缺乏必要知识。第三起是降落时阻拦索断裂，战机坠海，原因是维护人员难以平衡维护与作战需求，作战节奏过快。家人们，你们看看鹰将家的战机号称全球最先进，维护最完善，可依旧逃不过频繁炸机的命运。而且这炸机的原因大多是粗心大意、维护不当、训练不足，跟三哥的光辉战机比起来，简直是50步笑100步。所以三哥说鹰将摔的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狠，我们当然是赢马。这话虽然有点嘴硬，但确实有几分道理。毕竟在战机炸机这件事上，鹰将跟三哥算是难兄难弟儿。家人们，说到这儿，咱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印度光辉战机又炸机了，别灰心鹰将的战机还老填海，咱又赢。我是大钊，下期再见。